2022年世界杯决赛，卢塞尔体育场 ，Kylian Mbappé 一个人轰进3球。世界杯决赛史上只有2个人完成过帽子戏法，第一个是1966年的 Jeff Hurst， 第二个就是 Mbappé。但90分钟踢完3-3，加时赛踢完3-3，12码大战阿根廷4-2。举起大力神杯的是 Lionel Messi。Mbappé 23岁，他刚刚写进历史，却什么都没赢到。他不是还没赢过，2018年俄罗斯19岁，他在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进球，是自1958年的 Pelé 之后最年轻的世界杯决赛进球者，中间隔了60年。那一晚，他举起了大力神杯，他被预言为下一个10号，下一个 Messi， 下一个 Ronaldo， 甚至下一个 Pelé。但问题是，他19岁就达到顶点。那么接下来的8年，他到底在追什么？这支影片是关于一个比所有人都早抵达的人，也是关于一个足球员的职涯有3座最高峰：世界杯、欧冠、金球奖。Mbappé 19岁就拿到了第1座，但另外2座至今依然在他手指缝外面。1998年12月20日，Mbappé 出生于巴黎19区。1个礼拜后，全家搬回邦迪。从那天开始，他就是邦迪的孩子。邦迪不在巴黎观光地图上，他在塞纳省但尼省，距离埃菲尔铁塔11公里，但气质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移民、混血、红遍公寓，被孩子的脚磨光的足球场。法国媒体后来把这一带叫做93区，一个带着刻板印象的代号。但对邦迪的孩子来说，这里有一件事是巴黎没有的，他们的父亲是英雄。Mbappé 的父亲 Wilfried 来自喀麦隆的 Jebalaisi， 年轻时来到法国，后来进到 AS 邦迪当教练，那是地区足球俱乐部，免费，社区的孩子都会去。Wilfried 在那里带了超过20年，整整一代邦迪的小孩都被他带过。母亲 Faiza Lamari 是阿尔及利亚卡拜尔杜，他不是足球员，他是手球员，职业的，曾经为邦迪手球协会效力11年。在 Mbappé 家里，运动不是嗜好，是工作。Mbappé 在父亲的训练场上长大，3岁就跟着大孩子跑，和他一起踢球的还有他的弟弟 Ethan， 以及父母收养的刚果裔哥哥 Gires Campbell Ekoko， 后来成为职业球员。那个年代的邦迪小孩，房间墙上都会贴海报 ，Mbappé 的墙上贴的是 Cristiano Ronaldo， 不止1张，整整2面墙，从天花板到床头，全是 Ronaldo 在曼联的红色球衣。那是2008年的 Ronaldo， 刚拿下他的第1座金球奖。10岁那年 ，Mbappé 透过邦迪的人脉见到了 Ronaldo 本人。据他后来告诉法国足球，他当下哭了出来。回到邦迪，朋友们笑他，但他不在意。他甚至在2019年的访问里说 ，Cristiano Ronaldo 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他在每个地方都成功过。那时候没有人知道，9年之后 ，Mbappé 会在世界杯决赛舞台上成为被拿来和 Ronaldo 比较的人。邦迪不只生了一个 Mbappé， 那一带巴黎北郊的塞纳省但尼省是法国职业足球员的最大产地，比任何法国其他地区，甚至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多。从这里出来的世界冠军 Paul Pogba、Blaise Matuidi、Riyad Mahrez、N'Golo Kante， 还有 Mbappé。法国的记者形容这个现象很简单：93区踢的不是业余足球，是贫困，是身份，是出口。Mbappé 从来没否认过这个出身。他成名后，把 AS 邦迪的训练场全部翻新，捐了1座新的青训建筑，名字就叫 Mbappé。他每年回邦迪，那里的小孩看着他长大。Mbappé 13、14岁时，已经是全欧洲青训营的目标，皇家马德里第1个出手。他们邀请他去 Valdebebas 试训。Mbappé 12岁那年到了西班牙，据传当时的皇马主席 Florentino Perez 还亲自介绍他给 Zidane。Mbappé 在那边踢了1周的球，回来之后海报还是贴着 Ronaldo。切尔西带他去伦敦，拜仁慕尼黑也表达兴趣，但他最后选了摩纳哥，不是因为摩纳哥有钱，当
当时摩纳哥在欧洲算中型俱乐部，是因为摩纳哥的条件不一样，他们承诺让恩巴佩用接近一线队的方式被训练，其他球会给的是青训承诺，摩纳哥给的是我们会把你放在大人那里。谈判桌上的不是经纪人，是他妈妈菲扎，他拒绝了所有要求他签长约的提议。那是2013年，3年后，摩纳哥在他16岁又11个月的时候，把他放上了法甲的首发。那场比赛，恩巴佩替补上场时，球队还在输。当他第一次碰球，全场安静。他超越了 Thierry Henry， 成为摩纳哥队史最年轻的一线队出场球员。2016到17赛季，恩巴佩18岁，摩纳哥给了他主力位置，他交出了26个进球，一线队正规的第一个赛季。那一年的摩纳哥拿下了法甲冠军，终结了巴黎圣日耳曼 PSG 的4连霸。更震撼的是欧冠，恩巴佩在16强对曼城进球，18岁又63天，成为法国史上最年轻在欧冠淘汰赛进球的球员。8强对多特蒙德双回合进3球，把摩纳哥拉进4强，4强对手是尤文图斯，补缝把球门关得密不透风，摩纳哥双回合1-4出局。但即使如此，恩巴佩整个欧冠赛季6个进球，一个18岁的少年。欧洲所有大球会看着这个18岁少年，知道那个夏天要打仗了。那年夏天，皇家马德里已经和摩纳哥私下谈妥条件。据西班牙媒体后来报道，皇马甚至派了私人飞机到摩纳哥，准备接恩巴佩飞到马德里体检，但 PSG 截胡了。8月31日，转会窗的最后一天 ，PSG 在巴黎时间下午宣布，以租借形式签下恩巴佩，附带强制买断条款。1年后，1.8亿欧元正式入账。那笔转会让恩巴佩成为史上最贵的青少年，史上第2贵的球员。仅次于同一年从巴塞隆纳过来要价2.22亿的内马尔。之所以要先用租借，是因为 PSG 在同一个夏天才刚签下内马尔，根本付不起2个一次性转会费。这个结构是为了规避欧洲足协的财政公平规则 FFP。换句话说 ，PSG 用一个台面下的会计魔术，把当代足坛最有天赋的2个年轻进攻球员，同时放进了同一个更衣室。那一刻，恩巴佩还没满19岁，他穿上 PSG 的7号球衣的那天，对着巴黎媒体说了一句话：“我来这里是为了赢欧冠。”他并不知道那个愿望他要等7年，而且最后不是在巴黎完成的。1年后，俄罗斯世界杯，那届世界杯法国队深度极强 ，Pogba、Griezmann、Kanté、Varane， 但所有人都记得的是那个19岁少年。16强对阿根廷，恩巴佩一场2个进球，把 Messi 的世界杯送出去。镜头反复播他从中圈一路带到禁区的那段，速度像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然后是决赛，对手克罗埃西亚，地点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第65分钟，恩巴佩接到队友 Lucas Hernandez 的传球，禁区外右脚低射，球从门将 Subasic 的右侧钻进球门，4-2，法国领先。那是世界杯决赛自1958年以来第1个青少年进球，上一个是17岁的 Pelé 对瑞典，中间隔了整整60年。几分钟后，中场哨响，法国夺冠。雨下着，恩巴佩在颁奖台上跳上跳下，队长 Lloris 把大力神杯递给他，他亲了一下，笑得像一个赢到糖果的孩子。他确实还是个孩子，19岁又6个月。那一晚回到旅馆，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涌进100万人庆祝。媒体当下的标题只有一种写法：下一个10年属于他。恩巴佩在 PSG 待了7个赛季，4字漂亮到不真实，256个进球，成为 PSG 史上射手王，超越了 Edinson Cavani 200球的纪录。6座法甲冠军，4座法国杯，3度法甲射手王，3度法甲年度球员。但那座所有人都在等的欧洲冠军联赛冠军始终没有到。PSG 在他效力的7年里，最远只走到2020年的决赛，地点里斯本，对手拜仁慕尼黑。下半场第59分钟 ，Kingsley Coman， 一个从 PSG 青训出来，后来投奔拜仁的法国人，
头锤进了那唯一的进球，0-1。那场比赛结束后，姆巴佩在更衣室里哭了。之后的几年 ，PSG 的欧冠之旅变成一个固定的悲剧脚本。2020到21 4强输给曼城，2021到22 16强被皇家马德里翻盘，2回合姆巴佩都进球。第2回合在伯纳乌，姆巴佩上半场攻入1球。PSG 总比分2-0领先。下半场 ，Karim Benzema 在17分钟内连进3球，其中后2球只间隔106秒 ，PSG 出局。皇马球迷在场边看着姆巴佩，他们知道那一夜皇家马德里不只赢了比赛，也赢了一个未来。2022到23 16强又输拜仁慕尼黑。2023到24 4强输多特蒙德。那一年的8强，姆巴佩在巴塞隆纳主场进了2球，那是他穿 PSG 球衣最后一次在欧洲淘汰赛赢球。7个赛季22场欧冠淘汰赛，只进过1次决赛。欧冠奖杯从来没在巴黎举起过。而最讽刺的是，姆巴佩离开的下一个赛季2024到2025，PSG 一路杀进决赛，5-0击败国际米兰，第一次举起了那座他追了7年的欧冠奖杯。他们等到了，但等到的时候没有他，而且不止一次。下一个赛季2025到26，PSG 又一次走到决赛，半决赛淘汰拜仁慕尼黑。5月30日，他们将在布达佩斯对上阿森纳，挑战欧冠史上罕见的卫冕。换句话说，姆巴佩为了赢欧冠，加盟了欧冠史上最成功的俱乐部，但真正在打决赛的是他离开的那一边。闲剧还没结束，2025年9月，金球奖颁奖典礼，得主 Ousmane Dembélé，PSG 的法国前锋，28岁，2024到25赛季37个进球，15个助攻，欧冠赛季最佳球员。他是法国史上第6个金球奖得主，继 Raymond Kopa、Michel Platini、Jean-Pierre Papin、Zinedine Zidane、Karim Benzema 之后，也是第一个穿 PSG 球衣拿到这座奖的法国人。他和姆巴佩本来是同一支国家队的队友，同一个前场，同一个世代的法国前锋，差别只有姆巴佩走了，Dembélé 留下来了。留下来的那个人得到了离开的那个人想要的全部。欧冠奖杯、金球奖，2个都是姆巴佩把行李打包飞去马德里时，以为自己会在伯纳乌拿到的东西。而每年夏天，皇家马德里都会回来，谈判、报价、被拒绝，再来一次。2021年夏天，皇家马德里公开报价1.6亿欧元，PSG 卡达主席 Nasser Al-Khelaifi 亲自拒绝。2022年春天，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走了。姆巴佩自己已经和媒体暗示了告别。皇家马德里在伯纳乌准备了介绍仪式的草稿，然后他续约了。那份合约震惊了整个欧洲足坛。3年合约，签字金1.8亿欧元分期支付，年度忠诚金7000万欧元起跳，逐年递增，还附带各种被外界称为球员权力过大的条款。他能参与决定教练、主席、转会策略，甚至球衣设计，球员不该拥有的权利，全部写进了合约里。西甲主席 Javier Tebas 公开炮轰，说这份合约玷污欧洲足球。Florentino Perez 在私下会议里说了一句后来被流出的话：那不是合约，那是 PSG 的绝望。但更激怒皇马的是被摆了一道的感觉。他们以为已经拿到口头承诺，从那一刻开始，姆巴佩和皇家马德里之间多了一层你曾经放我鸽子的疙瘩。7个月后，世界杯，法国卫冕之路一路杀到决赛，对手阿根廷 Lionel Messi 的最后一舞。决赛当天，卢塞尔体育场88000人满座，空中可以闻到沙漠尘土的味道。开场前80分钟，阿根廷2-0领先，迪玛利亚内球把法国的中后卫跑得像在原地走。法国的更衣室在中场休息时被传出近乎崩溃，教练 Deschamps 连换4人后，第80分钟，Otamendi 在禁区里推了 Colomwani 一把。12码
，Mbappe 站上罚球点 ，Emiliano Martinez 部队方向，但 Mbappe 的力量太强，球低低钻进左下角，2-1。第81分钟，97秒之后 ，Coman 在禁区边敲到 Messi 的脚，一个快速反击 ，Marcus Thuram 挑传。Mbappe 右脚凌空抽射，2-2。整个卢塞尔体育场从阿根廷球迷的欢呼变成沉默，再从沉默变成法国球迷的尖叫。加时赛第108分钟 ，Messi 胡射进球，3-2阿根廷。到了第118分钟 ，Otamendi 在禁区里又一次手球。Mbappe 又站上12码点，球进，3-3。他完成了帽子戏法。世界杯决赛史上只有1966年的 Jeff Hurst 做到过。56年后轮到 Mbappe， 然后是12码大战。Mbappe 罚进第一轮，但他的2个队友 Coman 和 Tchouaméni 都踢失了。阿根廷4-2。中场哨响的那一刻 ，Mbappe 一个人坐在草地上。法国总统 Macron 从场边走过去抱他。镜头拍到 Mbappe 的眼神，不是哭，是发呆。颁奖台上 ，Mbappe 走过大力神杯旁边 ，Messi 抱着他跪在场中央，吻着他，像吻一个失而复得的人。而 Mbappe 拿走了世界杯金靴奖，8个进球，全界第一。历史上没有人在世界杯决赛进过帽子戏法，却没拿到冠军。Mbappe 是第一个，他写进了历史，但什么也没赢到。2024年6月3日，皇家马德里官方社群账号丢出一张白色背景的照片 ，Kylian Mbappe 穿着皇家马德里的白色球衣。现任欧洲冠军宣布 ，Kylian Mbappe 将与球会签订未来5个赛季的合约，合约细节：5年合约到2029年，年薪1500万欧元，税后签字费1.5亿欧元，分期支付。欧洲媒体称这笔转会是史上最贵的自由转会，技术上是免费的，因为他和 PSG 的合约刚好走到期，但加上签字费和奖金，总成本逼近4亿欧元。7月16日，皇家马德里在伯纳乌球场举行介绍仪式，8万人解进球场。Mbappe 走出来，穿着白色9号球衣，那不是 Ronaldo 的7号，后来给 Vinicius， 不是 Zidane 的5号，9号是中锋的位置，是真正的中心。他亲吻了俱乐部徽章，然后对着麦克风说了一句法语，一句西班牙语，一句英国。我梦想成真，能加入我梦想中的球会，我感到幸福而骄傲。那是他6岁的时候，房间墙上那个球队。是2017年，摩纳哥已经谈妥，私人飞机都派出去，却被 PSG 在最后一天截胡的那个球队。是过去7年，每年夏天都派人来谈判，被拒绝，被那份玷污欧洲足球的续约合约打脸的那个球队。7年的执念终于兑现。Florentino Perez 站在他旁边。据在场记者描述，老人在介绍仪式上的笑容是伯纳乌多年没见过的那种笑。第一个赛季2024到25 ，Mbappe 为皇家马德里出场52场，进了43球，西甲射手王，31个进球，超越第2名 Lewandowski 整整4球，打破了 Alfredo Di Stefano 71年的皇家马德里处子赛季进球纪录。但皇家马德里那年什么冠军都没拿，西甲输给了巴塞隆纳，欧冠在巴塞隆纳双回合击败出局，国王杯决赛也输给巴塞隆纳。对皇家马德里球迷来说，这是 Mbappe 来的第1年，他们等了7年，迎来的是球队近年最差的一个赛季。媒体开始问，是不是 Mbappe 的加入打乱了化学反应？ Vinicius 角色被解压， Bellingham 失去了攻击重心。第2个赛季，也就是2025到26球季，情况更复杂。夏天，皇家马德里宣布启用新教练 Xabi Alonso， 但短短半年后，2026年1月，双方便宣布拆伙。皇马100多年来罕见的赛季中换帅，接任的是俱乐部传奇后卫 Alvaro Arbeloa。Arbeloa 上任的首场正式比赛是1月14日的国王杯16强。
对手是西乙球队 Albacete。皇马在客场2-3被一支2级联赛的队伍淘汰，连8强都没进去。欧冠4月，皇马在8强碰上拜仁慕尼黑，第2回合在 Allianz Arena， 皇马即使靠着 Güler 梅开2度和 Mbappe 进球，依然以3-4落败，双回合4-6出局，卫冕的欧冠梦提早结束。而那支淘汰皇马的拜仁，3周后在4强被 PSG 信手解决。西甲还在跟巴塞隆纳拉修到底，但欧冠、国王杯已经都没了。Mbappe 加盟皇马的第2个赛季，可能继续两手空空。当 Mbappe 飞去伯纳乌要拿欧冠的时候，Dembele 在巴黎拿走了他。当他要拿金球奖的时候，Dembele 又先拿走了他。而 Mbappe 本人，2026年5月初国家德比前一周 ，Mbappe 在训练中拉伤大腿肌肉。照理说，这个伤需要在马德里留下来治疗，做物理治疗，进核磁共振。但他飞去了萨丁尼亚度假，球迷在萨丁尼亚港口拍到他的照片，穿着短裤，喝着饮料，旁边是他女朋友。然后社群媒体炸了，一份线上联署在2026年5月5日上线，标题只有2个字：Mbappe out。联署人数一路飙升，从上线当天的几十万，到1周后突破5000万。截至这支影片完成的时候，已经超过7000万人。联署的论点是这样的：球队在 Mbappe 缺阵的那段时间连赢5场，包括欧冠击败曼城。但 Mbappe 回归之后的6场比赛，皇马只赢了1场。他比我们爱皇马的程度少。他的合约签到2029年，技术上皇家马德里不可能在2个赛季后就把他卖掉，更何况皇马还在分期付他的1.5亿签字费。但对皇马球迷来说，这不再是我们等了7年的人终于来了，这变成了我们等了7年的人是不是来错了？彭年桥上的海报变成了现实里的争议。19岁那年，他举起了大力神杯。那时候，整个足球世界都相信他会是下一代球王。如今 ，Mbappe 27岁了，他依然是法国队长、世界杯卫冕者皇家马德里的9号，但他依旧在追寻展于自己的金球奖、属于自己的欧冠，乃至于第2座大力神杯。2026年6月，世界杯在北美开幕，那是他下一个答题的舞台。下一集，我们谈一个刚刚起步的人，18岁 Lamine Yamal， 一个世代的起点。我是 Pitch 球场，有好的故事就会更新。如果你对这种足球故事有兴趣，欢迎订阅与追踪。我们下集见。